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我4颗新添购的兰花。那这4颗呢，其实都非常接近原生种。那等一下也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它开箱的情况，以及它们开花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开完箱之后呢，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下，当兰花新到你家的时候，你应该做哪些事，或不做哪些事，来帮助它适应你的新环境。这批兰花我是在9月6号下单，那因为周末7号跟8号，所以他们周一9号的时候寄出到我这边呢，只用了2天的时间，在9月11号就收到。那收到的时候打开来，上面当然就放了很多这个填充物来帮助兰花的固定。除了这样之外呢，其实它兰花呢里面也有很多的胶带，当作是它的一个安全带，把它们固定住，固定在箱子的边缘，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稳固。其实呢，在箱子一打开的时候呢，就有一张出货单，而在出货单的右上角呢，其实有大概7个这个提醒哦。第一个呢，就是说要小心翼翼的把这上面的填充物都把它取出哦。那要小心的原因是因为有可能你订购的花它有一些兰花正在开花。那第二步呢，其实就是告诉你要把这个胶带哦，我都把它们称作兰花的安全带，在运送的时候把这些胶带剪掉，然后呢再把多余的填充物呢也都拿出来。有时候他们会塞一些报纸啊等等的在兰花中间。那再来呢，就是要很小心翼翼的把兰花取出来。那取出来之后呢，有时候它兰花的底部还是会有一些胶带哦，作为固定之用，还是可以把它就是挪掉。那最后呢，它的第6点倒数第2点，第6点，它是说呢，你要浇水哦，其实就是隔天你要浇水。那如果说你的兰花呢，就是来的时候是有一个外盆的话，你要把外盆取出来，然后浇水让它湿透。然后再来是，如果你的兰花呢，它这边有提到是种在水苔的话呢，他们是建议比起其他介质的种植的兰花呢，水苔的频率要减半哦。然后第7点呢，就是要提醒大家，他这边讲的30天之内都不要换盆，以免严重的等于说对兰花造成一些伤害，所以这个是他这边所给到的提醒。然后呢，其实他还有几个提醒是在这个出货单的底部，他就有讲到这个兰花应该要能够就是让它完整的浇水，那要到差不多等它个10分钟，让这些多余的水分流掉。再来呢，就不要再浇水，然后一直等到它差不多几乎要干为止。然后就是每2周给蝴蝶兰浇水，然后其他种的兰花呢，就是一周1次。那再来他有提到水温上面呢，就应该要稍微就是温一点不要完全是冷水。那再来呢，他还有讲到就是间接的阳光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要避免烂根呢，就要让它能够就是说不要让它泡在水里面。然后呢，他还有另外提到，就是说建议早上浇水，这样子到晚上的时候呢，在叶子或者是兰花植株本身上面的一些水就能够干，比较有时间能够让它干，在夜晚到来之前才不会有多余的水分囤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上来看一看我这4颗兰花到底它们的名字叫什么，还有它们开花开出来的样子大概是怎么样的。那 Norman Orchid 呢，他也同意让我使用他们网站上面的照片，所以接下来呢，除了兰花植株本身之外，我也会提供一些他们网站上面下载下来的照片给你们看一下它们开花的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颗呢，是一颗原生种是大名鼎鼎的路德，好，路达玛尼亚娜。这个兰花呢，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有一颗，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看到喜欢的。那这个 4N 的这个品种啊，这个路德应该就是指它的这个花型跟它的大小。那我个人是觉得差不多时间了，应该要有一颗。我有其他跟路德交配出来的近原生种，好，但是呢，这是第一颗路德原生种。那第二颗呢，刚刚有给你们看到它的名字了哦。这一颗呢，它来的时候呢，就有2个花梗，然后其中一个花梗呢，还有在冒一个，还在长一个花苞。如果你刚刚没有看清楚的话呢，这一颗兰花是贝丽娜还有姬蝴蝶兰2个交配出来的子代。这一颗呢，因为2个亲本都是淡紫色系列的，所以呢，这颗兰花等一下你看到照片，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对它也是充满期待。这颗兰花其实好几个月以前我看到我就非常的喜欢，不过当时没有下手。后来等到了看到这些兰花之后，我才决定要一起都把它们订购下来。那接下来这一颗第3颗呢，它是叫做嘉禾 Blueberry， 它的父母亲也是来头不小哦，是 Samira 还有姬蝴蝶兰的交配种。那 Samira 这一个呢，又是从贝丽娜跟 Violacea 交出来的子代，所以呢，这颗兰花呢，其实它有 50% 的姬蝴蝶兰跟 25% 的贝丽娜， 25% 的 Violacea。那因为它们的亲本都是 Cerulean 这样子紫色系列配出来的，所以它的颜色呢，也当然就是会偏向蓝紫色这样的颜色。那我个人呢，觉得因为这种颜色在兰花里面正蓝色是没有的，所以呢，越接近蓝色的紫色系列的花呢，在兰花里面价格也就会稍微高一些，也比较少见一点。那接下来的第4颗呢，这一颗它也非常的好玩哦，这颗叫做 Blue Star 那这一颗呢，它的父亲先讲它其中一个亲本好了，是姬蝴蝶兰还有 Violacea 交配出来的子代，然后它的另外一个亲本呢是 Violacea 跟盾花蝴蝶兰交配出来的子代，然后又交配出来，所以呢，它有 50% 的 Violacea， 然后 25% 的姬蝴蝶兰， 25% 的盾花蝴蝶兰。那这3种原生种的蝴蝶兰呢，都是 Cerulea 这样的一个种类，也就是说偏淡紫色。所以呢，交配出来的颜色，这一颗是唯一我买回来它有开花的，所以我当时就照了比较多张照片，希望跟你们分享一下当时我看到它的这个颜色深紫色这样颜色的一个状况。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一颗呢，它是这3种兰花交配出来，然后有 50% 的 Violacea， 所以呢，它吸取了这3种原生种的优点，而且它的花期呢，听好咯，可以从春天开到夏天，一直开到秋天，所以只有冬天是它在休息的时候。然后呢，基本上1年可能有3个季节，成熟株的话，它都有办法开花。好，那到9月底的时候呢，其实呢，它最后一个花苞是才打开不过这颗花苞是在我这边它才长好打开的，你就有看到呢，它的这个颜色跟刚刚买回来的颜色不太一样，为什么呢？温度上面的不同在我这边当时还是非常的热我还要开冷气，那夜间温度也是相当的高，所以呢，一般来说兰花即便说它有办法能够开深色呢，但是如果它颜色就是说温度太高的时候，它的那个花苞颜色开出来呈现出来的颜色呢，会稍微淡一点。冬天开的花，它的颜色一般来说都会比较饱和。那我会这样说呢，是因为我去年有一颗 Sherry Baby， 它是一颗文心兰种类的兰花。那因为它1年开过3次不同的时间开，我就发现呢，它
春天夏天那个时候开的花的颜色呢，跟冬天开的颜色，我那时候有拿起来做对比，我也有做影片，我记得我有做影片跟大家分享，那时候它1年之内开3次的这个花，我就发现呢，其实真的是这样子，至少那一颗还有我其他几颗少数的兰花在冬天有开的话，它的那个颜色一定都是比在春天夏天开的颜色还要再饱和一些，所以这跟温度上面呢是有关系的。那同样的，因为它是原生种，这么多原生种交配出来的子代呢，所以第4颗兰花这一颗其实它的香味非常的香。那因为有50%的 Violacea， 所以它的香味基本上跟 Violacea 差不多哦，就是那个香香辣辣甜甜的味道哦，相当的好闻。不过呢，比起它的颜色啊，我觉得它的香味有点逊掉了。因为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因为它太蓝太紫蓝色了，所以呢，我是真的就是一直盯着它看，没事想到了就跑去看一看。好，买回来呢，我一样把它们放到杯子里面去哦，原因是因为我要阻隔，那因为我不想要把它们就是离架子太远，所以我把它放在最底层，用杯子把它们先放着。那当时呢，我的确就是维持了30天，没有给它换盆，然后到了几乎快干了，我才对它们浇水。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